银行的贷款呢也不再还银行的贷款了。对呀，这样呢就是一拍两散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应该不是这样。哦，应该不是这样。这个事情呢，说起来呢，就是你想吧，最近呢，有人说房贷还不上了，银行呢开始耍流氓了，这样到底对不对呢？北京胡同周哥不认同这种观点，通俗易懂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，您听听是不是有道理？大哥好。行啊，咱们接着再说点什么？就说这网上现在不是传的这个，就是有人就是说评论这个，现在就说这个买了房啊，房贷没还完呢，不想还了。对，就说是我看了一个，就是房贷还不上，银行耍流氓。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自己买了房，该在银行贷款。对，因为房价现在呢下来了，他呢不想呢继续还房贷，就是把房子推给银行，银行的贷款呢也不再还银行的贷款了。对呀，这样呢就是一拍两散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应该不是这样。哦，应该不是这样。这个事情呢说起来呢，就是你想吧，你从银行贷了钱，你买房了，对吧？从去年开始呢，就是房子呢，就是基本就是大多数房子，很多房子都降价了。对，银行呢就是存款利息下降了，同时呢，银行的贷款利息也下调了。对，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说呢，你是不是贷了该银行的钱，房贷没还清呢？你把房子就给了银行，他就有一条视频说比什么过去的典当行这个当铺，对，其实这是两码事儿啊，这是两码事儿，这肯定是两码事儿。为什么呢？首先说这么多年，无论这10来年的房子的疯涨和这个在这个20年前的房子呢，和现在比较便宜，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。这个房子呢，国家说的呢是房子是用来住的，对，不是用来炒的。没错。这面说呢，就是说呢，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没有房子，即便就是说想买套房，是那时候说呢是用了是6个钱包，几个钱包，是因为你没房子住，你去银行呢交了首付贷款买一套房子，对，你是为了住的，就不存在这房子的升值与贬值。哎，我是这么看。哦，对吧？你要住，你就去还银行的这个贷款。就咱就打3、5年前你买的这房啊，那时候房价可能是最高，是。到现在呢，房屋跌了，房价跌了，对。可是你为了住，它对你的这个房屋的价格的升与降没有关系啊，对，无所谓就无所谓啊。现在说这个房子说的是贷款也不还了啊，房子我也不要了。这就是一些呢，就是呢有点钱啊，头几年就是有点钱，对，觉得房子能赚钱，他们拿这个呢来投资房子是为了赚钱的啊，炒房的，对，炒房子，就是所谓的炒房客。你要是10几年、20年前，南方那个深圳、广东很多人就是几个人去来就买了一栋楼，对，最后过了1年2年，他就能赚一栋楼，没错。因为这个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对这个事呢，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说的，银行你该银行的钱你还得还啊。实际现在就是变成什么呀？他比如5年前买的房，也甭说多少钱了，就是你300万、500万买了一套房，到了现在，你经过5年呢，你从首付到这几年的还，也许还了200多万了。对，现在你还欠银行200、300万啊，但是现在你这房子就值这200、300万。嘿，他现在是继续还这200、300万，因为200、300万现在买一个现成的新房，比他这房子一点都不差了。嘿，这个时候的心理呢发生了变化。所以说他这个说呢，我觉得呢是不对的。就是银行没耍流氓，银行不能说是耍流氓，因为呢签合同买房呢，这是。肯定是自愿的，就是你要去买房，你现在要把这个经过几年，你要把这房子落价了，你要把这房子要说推给银行啊，这你肯定是投资房啊，就是拿这个房子来赚钱的，对吧？对，你现在把这个说贷款不还了，就是银行耍不耍流氓，我不知道啊，你这个反正按照合同是不合理的哦。换一句话说。许家印在里边说了啊，说的这个我这个房子
啊，我这个欠的这个钱，对，我全行贿了，嘿，好我全送人了。啊，现在呢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了。嗯，几百万这个就是这个烂尾楼买了这个烂尾楼的这个那个客户，对他们呢现在呢就是呢花了钱贷了款，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收走房。对，国家对这些人肯定要区别对待了，哎，对吧？你在解决许家印这个问题上，许家印交代了给谁钱，你就从谁那儿拿钱补偿这些人。没错，这样呢，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呢，就是银行出面，国家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嗯，至于你现在说是你买了房为了投资，对吧？现在房价下来了，你银行贷款不还了，这个事情，你去问银行，银行同意就这么着啊。因为呢，你呢，买了3、5年的房，你现在欠个银行的是几十万上百万，你现在是拿房子去抵这个剩下的贷款，这肯定行不通哦。因为关键是什么呀？因为你贷了银行这几十万上百万太少。哦，如果你要从银行贷了几十个小目标，嘿，我觉得那样，你是大爷啊！你说把这房子现在要还给银行啊，银行巴不得呢。银行肯定呢就是呢，值不值这房子？银行就是说呢，减少损失，收回一点是一点。嘿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这么去区分。你说这对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在这样的网上有人说呢，说这个房子说贷了这房子，他肯定就是心理的作祟，肯定是用房子投资来炒。对，他不是为了住的。哎，这样呢，就是这个官司你打不赢。20年前，很多人呢炒房客呢，拿着闲钱去炒房，那肯定都赚了。对，但是到了这2年，他依靠着买房再去卖房，他肯定是赔钱的。是这个，咱们打个例子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呢有10万块钱，你去买一辆汽车，但是你非要呢，就是这个自尊心呢，还是说虚荣心作祟，你非得要买一个30万的，对，你10万买一30万的车，你就要贷20万，没错。这样你贷了20万，你买这30万的车，你开了2年，你现在觉得车掉价了啊，你现在说跟银行说把这车还给银行，我不开了啊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，对，因为这车呢，你在那摆着是新车，只要你拿回去开回去就二手车了，你甭2年，你就是开半年，二手车你那就得照1半的价量，真是。用这个呢来说这个房子，它是没有道理的。哎，你说这还真是，对吧？没错。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你就是咱们是摆在桌面上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买了恒大许家印烂尾楼的人，只有由国家出面解决这个问题。是，这个应该是不难的。哎，谢谢铁刚，谢谢大哥。听北京胡同周哥一说呢，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。对此呢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